本案的凶手是金大。哎呀，厉害了！我是本案的凶手金达。我入职到推馆长的私人展馆，主要目的就是要搜集他的罪证，揭开这个伪善之人的真面目。2026年5月20日，我修理藏品的时候，惊讶地发现推馆长将真藏品和假藏品调换后，把真的卖掉敛财。我暗中调查，发现他不仅非法敛财，还计划着更大的罪恶。2026年5月27日下午3点，我发现他最近经常出去，不在馆内，鬼鬼祟祟的，一定又在做什么坏事。他刚出去，我就悄悄溜进他的办公室，想再搜集一点证据。我翻到了一个硬盘，并带走了它。破解后，我发现馆长居然要拿3个大活宝做生物实验。2026年5月28日下午3点，我准备再次潜进他办公室，却偷听到他和助手打电话。他说：“金打是吧？我已经想好怎么对付他了。”打完电话，他就出去了。我再次潜进他办公室，在垃圾桶里找到了一堆被撕碎的纸。我拼凑了一下，发现这是一个手绘杀人漫画。展馆1楼的展厅内墙有3扇窗，外墙有3扇窗，且是对应的位置，都有窗框。推馆长把内墙的左右2扇窗户都用铁板钉上，封窗，只留下中间那扇窗用来进出，还做了一副同款窗框，在中间那扇内窗旁边的位置装上，再用铁板钉上，用展柜挡在原来中间那扇内窗前，造成一个视觉错觉，让大家以为这3扇窗都被铁板封住了。除了门，没有其他可以出入的方法。门一旦上锁，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伪造密室。原来他是打算提前把我迷晕，再把我从窗户运到展厅内后，穿上阴兵盔甲，拿着刀从展厅门进入展厅内后反锁，再把盔甲穿到我身上，然后杀了我，最后从窗户出去。他是要伪造出我被阴兵铠甲控制，走入展厅后自尽而亡的假象，制造出一个不可能的犯罪。晚上21点，推馆长给我发来微信，29号早上10点40要我去他办公室聊一聊拍卖会的事情。看来他要对我动手了。我想起那个漫画，既然他已经设计好了这么精美的手法，不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用他的计划杀了他。晚上23点，我在千面鹰王的 QQ 群里随机私聊了一个成员，骗他说我的任务已经审核通过了，需要找一个协作伙伴。他欣然同意，我让他29号早上10点40到11点这个时间段，在展馆内某一个固定角度守着，专门拍下推馆长穿铠甲走进展厅的正面照片，然后将照片以合理的方式留在展厅里就行。5月29日早上10点35，我先服下清醒丸，这个药服下后1个小时内任何迷药都无效。10点40，我来到推馆长的办公室，他看到我来相当热情，做事要和我握手。此时他趁我不备，拿出迷晕了喷到我的脸上，我顺势假装晕倒，随后他将我放进大的垃圾车，一路转运我到了展厅，然后他从垃圾车里把我背起，通过窗户把我放入展厅，他再从窗户离开。5月29日早上11点，我眯着眼睛看到推馆长穿着阴兵铠甲从门口进来后锁好了门，正准备脱下身上的铠甲打算给我换上，我把握住这一刻的机会，用他的刀抹了他的脖子，反杀成功，然后从窗户离开。我是玩家金靖，在本案中饰演推市展馆的宝贝修复师金打。我们在展馆中听到有人大喊救命，随即解救了他们。正在我们聊天的时候，展馆内突然发出了怪异的声音，跟随地上的血迹路线，我们发现了推馆长的尸体。大家都很惊讶，我的老板
只有我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因为是我杀了他。当我得知他篡改千面鹰王的历史，窃取了属于所有英雄们的功绩与名声后，我就开始调查他。不巧被他发现了，他设计了一个密室杀人手法想灭我口，我只不过将计就计将他反杀。不过我怎么可能承认呢？我理直气壮表示并不是我干的。大家在检查尸体的时候发现推馆长的脖子上有伤口，剑上有血，怀疑他是自杀。很好，我附和着大家说这是他自杀的刀。我很积极地和大家一起搜集线索，分析案情。在拍卖会上，大家发现了我曾经大闹风筝展览的线索，不过不要紧，因为丁天、赫赫两人和推馆长之间也有恩怨，并且还做出过恐吓的行为。只要我插科打诨隐藏得好，就不会有人怀疑我。但是宁波又是什么情况？很快我就在宁波身上搜索到了他的线索。他说他其实是古人宁波微步，是3个大宝贝之一。我们刚出门就被丁天一伙给挟持了。在车上，原本挟持我的小弟突然跟我对暗号，1亿计苍生。我心里清楚这是自己人。其实我还有一个身份，现代千面鹰王群里的一员。我们都是崇拜千面鹰王精神的人，结果我也被骗了。我们落入了犯罪组织阿公司的人手里，还发现了二公司和推馆长之间更多的恶行。重新回到案发现场，大家开始盘时间线，一点点推测出展馆窗户的秘密。我不动声色地积极参与，趁机还会提出一些我的疑问和分析，让他们觉得我是很认真地在想找出凶手。我主动出击，提出索凶赫赫，转移嫌疑。但又一个更好的替罪羊出现了，宁波微步。不对，应该叫他宁波，因为他根本不是古代人，现代人。他的隐瞒加重了他的嫌疑。最开始排除了丁，剩下我和宁波、赫赫3选1。洋洋得意的一番话加重了宁波的嫌疑。我不能放过这个好机会。在您抗辩的时候，我观察了其他人的反应，我想我应该安全了。最后在投票环节，我投给了赫赫，增加错误票数。我是玩家刘宇宁，在本案中饰演守墓人宁波。我发现我家祖传的墓被盗了，3个老祖宗宁波微步、柯州求见、洋洋得意，他们3个的尸体被推市展馆的推馆长盗走了。于是我到展馆内应聘了保洁，在无意间把宁波微步解救到了家里后，我决定进入拍卖会，救出剩下的2个祖宗。为了进入拍卖会，我盗用了今日刚入职的保安身份。在前往展厅的路上，我发现了地上的血迹，顺着血迹走进展厅，竟然看到了推馆长的尸体。这是谁？监控显示10点时，我、赫赫、丁天，我们3个保安来巡逻过。除此之外，只有11点时一个穿着盔甲的人进入，而言之又拍到了一张10点55时馆长正在穿盔甲的照片，说明很有可能是死者自己穿着盔甲走进展厅并死在了里面，因为他再也没有出来过。那么现在最大的疑点是，凶手是怎么绕过监控在展厅里杀人的呢？是的，对，就这一个。随后我们进入了拍卖会，发现金、贺、丁都跟推馆长有恩怨，而我被他们怀疑是第3个大宝贝，我的老祖宗宁波微步。我当时并不能确认他们是否心怀鬼胎，于是我先顺水推舟，认下了古人身份。我是宁波微步，向他们讲述了宁波微步视角的经历。没想到后来我们被阴差阳错关进了 R 公司大本营，在那儿我们找到了关于 R 公司的线索，发现了 R 公司最终的目的是用3个祖宗研制奇德隆冬汤复生秘方，制造特殊药物，
而3个祖宗就是被注射了奇德隆冬素，所以苏醒。很快 R 组织的人发现我们不见了，还好我们及时藏了起来，先藏起来，顺利躲过了搜寻，并在救出了村民后也重获了自由。回到展馆后，我们找到了展柜背后的出入口，解开了密室谜团。随后我们打开之前一直锁住的柜子，迷拥了。通过柜子里的线索，我推断出这套杀人计划是推馆长自己制定的。他发现有人动了他的东西，并查到了那个人是谁，他要杀人灭口。只是他的计划意外被凶手发现了，凶手利用他的计划反杀了他。垃圾桶内的计划图和附近的清醒丸佐证了这个推断。很快，我的手机被捡到了，我顺势告诉大家我的真实身份和我的真正经历。从言之处，我没有得知凶手向千面鹰王组织成员发了假任务，所以凶手必须是组织成员。因此，我心里排除了丁。而金在组织里接到的任务跟我和贺有细微的区别，又是金把我们带去 R 组织，这2点让他在我心里嫌疑更低。最终，我把票投给了赫赫。我是玩家张林赫，在本案中饰演推事展馆的保安赫赫。但其实我来这个展馆有自己的目的，我还有一个隐藏身份，推国太子、推太子的后人，其实是我的祖先。为了让祖辈的热血历史被更多人看到，我在家人同意后，将推太子的宝贝捐给了推馆长。不那么规范的保管，不如捐献给他们。但没想到，他居然偷偷用假货置换了真宝贝，而真宝贝被他私下卖掉了。为了调查这件事儿，我逼不得已在这个展馆当保安。但是没想到今天推馆长死在了展厅，是谁杀了他？从监控看，推馆长进入展厅之后，再也无人进入这里，展馆的所有窗户也被封死，所以我提出这是一桩密室杀人案。同时，我还发现展馆的阴兵甲丢失了一套，而周边有血迹，我推测和死者有关。果然，监控里推馆长是穿着阴兵铠甲进入展厅的。关于阴兵甲，一直有一个传闻，就是靠近它，心智会被它控制。看来有人想利用这个传说，让大家认为他是被阴兵甲控制而亡。在之后的调查中，我们无意中去到了 R 组织，在那里我的另外一个身份被揭晓，我是千面鹰王组织的成员。加入这个组织，我是希望像先祖呵呵哈嘿一样，尽可能的帮助身边的人。发现了有一个集团叫做加入组织后，我做的其中一个任务就是拯救一群被无良集团控制的村民，把这些村民给解救出来。来到了 R 组织，才知道原来当时的无良集团就是 R 组织。他们抓捕村民是为了用奇德隆冬素做生物测试，而推馆长就是 R 组织的成员。他的死会和这件事儿有关吗？之后我们回到案发现场，破解密室杀人的真相。我从一张游客打卡照上发现，展馆里侧封闭窗户的间隔长度和展馆外侧窗户的间隔长度不一致。肯定是的。我推测可能是某个窗户根本没有被封死，凶手借这个窗户离开了案发现场。果然，我们找到了可以从展厅离开的窗口。我们也调查到了凶手杀死推馆长的真正动机。原来，推馆长发现凶手拿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的 R 组织硬盘，为了不让自己的恶行被暴露，推馆长制定了杀人计划，决定杀死他。但是推馆长的计划被凶手得知了，于是凶手利用了推馆长的计划反杀了他。集中讨论时，我们发现凶手需要符合以下条件：其一，凶手需要有去推馆长办公室调查某件事情的动力，才会在调查过程当中拿走他的 R 硬盘。其二，凶手利用了千面鹰王组织帮助自己作案，那么凶手一定是千面鹰王组织的人。其三，凶手需要有去到推馆长办公室的办法。我、宁波、金打符合这3个条件，但是我认为宁波作为保洁更方便，也更有可能进入推馆长的办公室，所以我投票给了宁波。宁波微博。我是玩家丁程鑫，在本案中饰演推事展馆的保安丁天。
但其实我还有一个神秘的身份，那就是今天摸到团的老大。原本我今天要干票大的，没想到我的死对头推馆长竟然死了。大家发现了他尸体上有个 R 标志，虽然我知道这个标志意味着什么，但是害怕身份暴露，我也只能避而不谈。随后大家又看到了我以今天魔道团的身份曾经发给推馆长的视频，我轻轻地哼了一声。看到都被蒙在鼓里的大家，我更加得意了。后来大家进入拍卖会现场，我才发现原来馆里别有洞天，这里竟然还偷偷拍卖着我祖先顶天立地的画作。而且我在这里看到了安一，他指出我曾经向他打听过推馆长的事情，我只能骗大家说我恨推馆长，是因为他偷了我家的宝贝。接着我们发现了3个大活宝，其实就是宁波微步、洋洋得意和刻舟求剑。既然如此，为了保护他们，我需要把他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。后来因为千面鹰王组织的成员金打被坏人利用，我们去到了 R 组织。经过一番探索，发现这个可恶的 R 组织竟然还想着拿3个大活宝做可怕的生物测试。再次回到展馆，我们得知了宁波微步其实就是宁波冒充的，还知晓了凶手是千面鹰王组织的成员。那么我就被排除了。庭审过后，我们把波宁也排除了。当然，凶手池子就只剩下宁波、金打和赫赫。我认为赫赫的嫌疑最低，因为他跟我一样是临时来这个展馆工作，对展馆了解甚少。而宁波的嫌疑最重，因为他保洁的身份更有可能溜进馆长办公室，所以我把票投给了宁波。我是玩家周柯宇，在本案中饰演2026年被唤醒的刻舟求剑，也是本案的推探。我在推理260年不是死了吗？怎么眼睛一睁到了这么一个奇怪的地方？是哪儿啊？这里是哪儿啊？而且大家都在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。经过一系列的信息整理，我得知现在的时间是2026年，而非260年。而且发现了穿着阴兵甲的推馆长死在了展馆里。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在拍卖会的现场，所有嫌疑人都和展馆里拍卖的宝贝有所联系，并且都和推馆长有过往交集。听完他们的讲述后，我发现原来金、丁、贺3人对推馆长都有恩怨，而宁居然也是和我们一样的260年的古人。他比我和杨先一步苏醒。在之后的调查中，我们知道了丁和金的真实身份。丁是今天魔道团的老大，而金是千面鹰王组织的成员。因为金被人欺骗，我们被带到了 R 组织，在那里我们发现了 R 组织背后的隐藏阴谋。他们抓了很多村民，目的就是为了利用我们3个大活宝身上提取的启德隆冬秘方做生物测试。也知道了其实推馆长就是 R 组织的成员。在解救完被困的村民后，我们回到了展馆。在最终的集中讨论时，宁波微步坦白他其实就是现代人宁波，而金、宁、贺都是千面鹰王组织成员，也接到了同样的任务，提前盗走3个大活宝。那么可以排除丁，因为他不属于千面鹰王组织。我的思路是，谁最有可能提前看到推馆长的杀人计划书，谁想进入推馆长的办公室。我提出一个画圈的逻辑，第一个圈是千面鹰王组织，可以排除丁；第二个圈是时间问题，谁有时间去作案。在最终的投票环节，我想要打一个反逻辑，我认为很多线索其实都指向了宁。双重的身份，保洁的职位，在我看来更像一个抗推的位置，所以最终选择了展馆的保安赫赫。我是玩家杨超越，在本案中饰演2026年被唤醒的洋洋得意，同时也是本案的推探。我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苏醒了过来，不知道为什么被关起来了。
我慌乱地拍门呼救，没想到刻舟求剑也在。刻舟求剑，你也在这儿吗？奇怪，我们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听到呼救声，有几个人来救了我们。他们是赫赫哈嘿、顶天立地、精打细算和宁波微步，可他们却说自己在 cos， 并且每个人都只有2个字的名字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们告诉我，现在是2026年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我们听到了奇怪的声音，然后走出了密室，看到这里放着阴兵甲以及地上的血迹，看来阴兵的传闻也传到了这里。顺着血迹，我们在展厅发现了推馆长的尸体。看到监控视频以后，我们分析这可能是一个密室杀人事件。通过邀请函，我们来到了一个隐秘的拍卖会。拍卖员居然说千命鹰王的风筝是推家祖传，我很疑惑，这不是我的吗？在这里我们获得了更多的线索，也发现了4个嫌疑人的杀人动机。通过那口锅，我猜测第3个大活宝就是您，他也承认了自己的身份。由此我们3个大活宝聚齐了，但也遭到了丁天和小弟的劫持。路上小弟跟金打对了千面鹰王的口号，还说是自己人。我们被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原来是被 R 组织的人截胡了，还被关押了起来。金打说他加入了千面鹰王的组织，看来我当年许下的千面鹰王能延续的愿望居然成真了。我们找到了实验室，发现 R 组织找我们3个大活宝是为了提取启德龙龙素做生物测试。回到展厅后，我们发现推馆长因为自己的重要加密硬盘被偷，并且找到了这个人，而定制了杀人计划。但这个计划被凶手知道了，所以用这个计划反杀了他。同时您的身份也再次反转。我认为能够进入推馆长办公室且要打扫卫生最方便的是您，因为他是保洁。金修复师的身份也有点可疑，他能够接触到管理所有的宝物，可能知道展出的物品是假的，所以再进一步调查馆长。但因为指向您的线索太多，赫又一直顺着我的意思指认您，反而让我觉得更可疑。最终我将票投给了赫赫。正片 SVIP 每周3、周4 12点更新 ，VIP 次日12点更新，会员抢先看1周。每周2 12点副本解锁中，提前解锁角色高能时刻。每周4 12点副本存档中，一起还原案件真相。每周5 12点推门万事屋加更开推团的日常，推门居民幕后采访，了解更多玩家幕后精彩瞬间。每周6 12点推门玩家彩蛋，捕捉玩家更多精彩时刻。每周日12点推门花絮连连看，持续解锁正片之外的隐藏惊喜。每周日周一预告抢先看，更有推门补给站、推门吃播大赏不定期掉落，全员开启干饭唠嗑模式。夜色系关于推是新鲜密距离，人与晃的音系，暗潮无声才有意。风声起，脚步急，乱世藏进隐隐去，真相隐无声的夜里无痕迹。秘密心藏着爱，建立着大气，残气继续是播音，谁藏你踪迹？笛声与风声合力鼓弄着宣讯，下一秒谜句或谜底，真相的全部已清晰。扭开悬念问